嗨，欢迎回来！今天呢是我们 Caffeinated Talk 第2期，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参加华裔小姐选美的故事。Caffeinated Talk。打了一杯热的美式，我还特意穿上了当时选美组委会发的这件衣服，是我们当时拍 profile picture 的时候穿的衣服。先说一下我参加的那个选美比赛呢，是 TVB 主办的，我当时参加的是北美的华裔小姐，每个国家的第1名都会代表那个国家的华裔小姐去香港参加全球的华裔小姐，最后大概前几名会签约 TVB 这样子的吧。那我参加这个比赛的动机呢，我是一个很喜欢舞台也很喜欢表演的人。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来亲戚啊什么的，我都不需要说父母主动说，哎，你表演一个什么，我会主动起来问说，你们需要我表演节目吗？报幕加上表演，就先说啊，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什么，然后谢谢大家，下去了之后再上来说，好，现在就开始表演，然后谢谢大家下去，然后我又上来说下一个节目又是什么，就是这种。所以一直觉得对选美比赛还是有某种憧憬吧。可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好看，所以就觉得啊，选美比赛我也可能就想想不能去参加吧。直到我到上大1的时候呢，我就在网上偶然间看到一个选美比赛的网页，然后他们在招 volunteer， 我想说那我不能参赛，我至少可以去当志愿者看看比赛的现场是什么样子，还挺好玩的，所以我就去报名了。整个比赛前后3-5天吧，在后台帮忙啊，然后布置一下现场啊什么之类的。当时去做志愿者的这个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选美比赛的认知。我当时看到那些女孩子们，我是真的能感受到每个人的那种不同的美。美的定义真的是很广泛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说脸蛋多么的标准型的漂亮，身材多么好。当然了，你有这些肯定是加分的，但是有的女孩子她们可能有擅长舞蹈的，擅长什么音乐的，有的人的口才特别好，有的人的文化底蕴又特别好，有的人有那种临危不乱的气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独特，每一个女孩子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参加完那个志愿者了之后，我就萌生起觉得，哎，我也可以去参加。可能我现在还达不到那些女孩子们的那种状态，但是我通过几个月的训练，是不是也可以的呢？而且她们的那种美确实是我向往的，不是说所谓的一定要像一个模子一样的脸要多么好看，身材要多么好，而是说从内而外的你真的能够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能感染到别人的那种美，我是真的有受到震撼。当时呢，就算是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吧。可是呢，每一年都因为各种事情被搁置。上学的时候因为没有钱嘛，因为参加比赛如果被选中了的话，还要交几千美金的活动费，我们中间要去旅行啊，还要给我们定做一些礼服和旗袍啊等等之类，还有就是形体上面的培训，所以它的活动费也要几千美金。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拿不出这些钱嘛，我也不想就问父母要。我妈是完全非常不支持我在文艺方面的任何的事情，就是学习的那一种。直到后来工作了之后呢，更没有什么时间参加了。工作的人都知道嘛，你也没有什么假期，你真的要去请几个月的假去参加比赛也都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工作了之后，我有一点积蓄，所以也不用被父母牵制着走了，我自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天我在高速上开车，忽然间想到我今年已经25岁了，这个比赛它的年龄限制大概是17到25岁这样，我要今年再不参加，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到了目的地了之后，就赶紧把电脑打开，然后就申请了一下。它大概是需要你发送一些什么照片，正面侧面，然后还有泳衣照生活照这样子。真的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选上就选上了，那没有选上的至少也是尝试过。过了几个月了之后，收到通知说那我的这个初试就通过了，然后就是要复试。复试的话也差不太多吧，就是穿着泳衣要走2步，有一个才艺表演，这个我可能稍微有点加分吧，因为我会弹钢琴嘛，所以我也不需要现去学一个什么才艺，还有一些面试的一些问题之类的。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跟我说啊，复试也通过了，然后就可以去参加决赛。真正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才是我最纠结的时候，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去参加这个决赛的话，在现实问题上我要面临很多的困境，以及牺牲很多，尤其是在经济上，还有当时的工作也好啊，时间也好，就很多东西都需要协调开。其实这个一笔带过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决定，说实话，因为它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的，你都已经是25岁的高龄了，你去参加一个选美比赛，你能怎么样呢？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出道啊，或者当明星啊什么的。我最初的想法就真的非常的简单，就只是想说走出我的舒适圈，看看我能挑战到什么地步。因为这个比赛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我非常不擅长，以及非常害羞，甚至有点说的严重的有点羞耻的那一种。我在比赛之前我是从来都没有穿过比基尼的一个人，就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为情的一件事情。还有很多吧，就是你站在众人面前让别人去评判你的外在，然后让别人去就是去 judge 你，这种其实都是非常挑
战我自己，真的是需要让我走出舒适圈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我想法也很简单，我从小到大我妈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韩语叫 허리 펴， 翻译过来叫挺胸。因为我平常走路都不是说是那种很直的这种，我当时就觉得参加这个选美比赛还有专业的形体老师可以指导我，那我至少是不是能在形体上更好看一些。除了这个之外，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的，那为了这么一点收获，是不是值得让我去放弃那么多就是现实上的问题？但说纠结是纠结，我其实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我最后还是会去参加的。这些纠结的过程可能只是让我一件一件把每一个事情都捋清楚，给它安排清楚。其实我心里都早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我现在不去的话，以后我会不会后悔？我的答案是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最后我就如愿以偿的去交了活动费，就去参加了这个比赛。那比赛的过程呢，总决赛之前大概我们有2-3个月的培训的时间，我们有一个仔细的每一天的行程，在 weekday 的每天晚上都会去训练。先说这个训练的话，主要是有一位模特老师，然后教我们走 catwalk，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也很挑战，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 catwalk， 再加上我又不会跳舞，就身体协调本身就不太好，所以那个就是一直要练啊练啊练，每天都练，就是反反复复的在一个舞蹈教室里来回走，没有任何的花样，就是走路而已。大概训练一下 public speaking， 就说话的时候眼睛要看哪里啊，然后语速要怎么样啊，然后头要怎么摆放啊，什么之类的。平常白天呢也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记者见面会，所有的最后进入决赛的人被公布出来的那一天，大概是要走一个 catwalk， 然后有个自我介绍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训练一下那个。有专门负责我们的化妆团队和发型团队，发型团队的话会提前帮我们把头发稍微弄好，化妆团队的话会给我们上一些化妆课，以及会给我们一些免费的去他们的 SPA 体验的券。再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了，参观什么展呀，去百老汇听过一些音乐剧，每一年的活动都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当志愿者的那一年的活动，他们还有回国去参加国内电视台的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那个还挺好玩的。还有录了很多视频，什么加油视频呐，自我介绍的视频呐，还有穿这件衣服去拍了官网的 profile picture， 还有录制我们总决赛开头像 MV 一样的视频，也有跟这个选美赛常年合作下来的一位很有名的旗袍设计师，那位设计师会给我们每个人去定做一个旗袍，所以我们要去他的工作室去量尺寸啊，还要进行修改啊，来回要去好几趟。在后期还有我们女孩们的一个短期旅程，主要也是想多拍一些素材的照片吧，这样在后面的宣传手册上也有我们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有很多我们比赛的 sponsor， 我们就要去每一家 sponsor 都去跟他们 say hi 啊，然后拍拍照啊。然后在总决赛的前1个月左右还有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这个比赛当中选的前3名才会在总决赛有资格去表演，因为总决赛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去才艺表演。我当时的表演就是在我频道的主页上也有的那个弹钢琴的片段，但是也很遗憾最后没有被选到进总决赛。差不多整个备赛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总决赛的时候呢，我们一共要穿3套衣服，一个是自己准备的一个礼服，穿着礼服走 catwalk， 有大概几10秒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第2套衣服是穿泳装，泳装的话就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这个问答的环节它就会天马行空，什么问题都会问吧。之前我也为了准备这个问答的环节，我男朋友把之前几年的所有的问题全都给我整理了一下，我们俩在家里面，他就问我问题，我来回答，这样子几乎把前10年的所有的问题都问了一下。虽然他不会问同样的问题了，但至少可以锻炼一下我的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最后呢，就是穿上旗袍，有个旗袍秀这样子，评委就会根据你整场的表现给你评分，然后最后选出前几名。当然了，最后我也没有赢，我也是输得起啊，没有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赢就有多难过或者什么的，从头到尾我都会觉得是非常开心，并没有觉得一定要给他画上一个我夺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才觉得它是一个圆满的。但如果说这个比赛有什么遗憾的话，我就要说，其实参加比赛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我当时当然也想减肥，但是在纽约呀，那么多美食，我真的是没克制住自己。那个时候我身体也出现一点小问题，所以整个人就非常的肿。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遗憾吧，毕竟人生只能参加1次的比赛，我也当然希望能留下来我自认为最完美的样子。所以直到现在，当时比赛的所有视频我全都没有再去回看过，我根本都没有眼看，完全就是我的黑历史。就像我当年做志愿者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女孩子们一样，跟我同期的那些女孩子，我都能从心里面感受到每个人不同的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我和他们接触了几个月下来，我真的就能感受到他们为什么在那儿，就每个人都非常的美好。这也是我心里所想的这个选美比赛的意义吧。其实近几年的什么港姐啊、华裔小姐比赛，好像一直都在被吐槽，说什么一届不如一届，怎么样的。首先我想说的是，选美比赛它其实是要求所有的这种统一化，每个人的妆容啊、服装啊都是差不多要
一样，那不可避免有一些人就要带上不是很适合自己的妆发和服装，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他的美貌大打折扣吧。在私底下穿戴上更适合自己的妆发和服装的话，我觉得都会比舞台上漂亮很多。还有一个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选美比赛的定义以及美的定义它就是不同的，不是说要千篇一律的怎么样的好看那才叫选美，尤其它也是非常看你现场的一些发挥，真的没有必要说哎呀现在的选美摔的女孩怎么都不好看呀，或者是什么呀她都能当冠军肯定是黑木耳怎么样，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今天的咖啡也喝完了，最后如果说这段经历我收获到什么，或者有哪些启发，以及如果现在想参加选美的女孩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首先我收获到的可能是真的自信吧。我说这个真的自信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选美它就是一直在强调说啊你要自信你要自信，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都是在假装自信，我就是不舒服，我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 perfect body shape， 我穿着那些泳衣我就会非常的难为情，即使到第一次我可能真的穿着泳衣上台了，我都是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就是最后你就一遍一遍的练呀，到后来就是可能有点麻木了还是怎么样，到最后总决赛的时候直接穿上就走了，我根本都没想着我现在穿的是泳衣，你就能感受到这样一点点走出自己舒适区的那个过程，这个可能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吧。当我能做到这件事情了之后，我就会更加有信心说原来我可以，原来就算是我多么难为情和不情愿的事情，只要我想做我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是给了我非常大的自信。还有一个我感受到的一点，通过这个经历我也体会到了一点点那种艺人的难处以及自由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我们这么普通的一个比赛，也是要和主办方签合约什么的嘛，就有很多他们要求我们的事情，没有特殊理由的话都一定要去完成，但是其中就有很多事情可能并不是我很喜欢的，他们说什么你就得听的那种限制的那种感觉。当然了，虽然我们作为上班族，我们也有老板，也是老板给我们什么工作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抗拒，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至少我在美国的工作环境中，我还是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平等和尊重。当然这个比赛里面没有了，可是我就是再延伸一下，如果说是艺人的工作的话，尤其像我的性格是慢慢长大了还好一些，小的时候更加的黑白分明憎恶分明的那种，很看不惯那种很趾高气扬对你指指点点对你点评，以及还让你做一些你可能很不屑的事情。当然在比赛中我没有感受过很多，但是有那么一两个微小的瞬间我是会有体会到这种小的不舒服的感觉，这也让我知道我现在所拥有的这种自由不会被谁牵制，没有什么合约在身，自己还是可以去主宰我自己的生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点我想说，如果是现在在犹豫啊，然后对选美感兴趣的女孩子的话，我还是非常建议去参加。我的人生哲学大概就是很多事情你要去争取，很多事情你想到你就要去做。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和别人争啊抢啊，在不影响别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极致。特别好笑，我朋友之前过来和我说一件事情，我说你就去做呗，如果做不成那就再说嘛，然后他就笑了，他就说这个完全就是 Lindsay style 说话方式，就不管怎么样就先去做嘛，行不行再说，最坏能怎么样呢，对吧？这一点真的就是屡试不爽，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太多我贯穿了这个理念的成功事例，当然也有失败的，那顶多就是丢个人。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做运动会的广播员，但那个时候我也很害怕呀，我就在大队辅导员老师的办公室阶梯上来回走，大概走了10圈，最后就管他呢，我就敲门进去了，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好，我是谁谁谁，我很想做这次运动会的广播员。老师都有点愣住了，结果后来你们猜怎么着？总结下来就是不要去管别人，多关注自己，不要去想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呀，也不要去想着和别人争抢什么，真正去想是你是不是特别想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你特别重要。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我更加关注自己的要求和感受的时候，我的幸福感确实是最大的。我也希望每个想去参加选美比赛的女孩们都不要犹豫，加油。当你真正迈出这个第一步了之后可能要减肥呀，然后要做好形体的管理呀，要去把皮肤弄好呀，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呀，去种个睫毛啊，买点化妆品啊，把头发染成好看点的颜色呀，这样一步都去安排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吃得健康，然后保持一个健康一点的身材，这个确实是蛮重要的。好，那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收看 Caffeinated Talk 第2期，还想听什么话题的话也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拜拜。